捕鱼大神胡子哥今天又出发去捕鱼了，他扛着自己编织的竹篓，朝小溪上游走去。各位熟悉胡子哥的观众老爷都知道，他的捕鱼技巧可谓是五花八门。那么胡子哥今天将给我们展示怎样的捕鱼技巧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来到小溪上游的位置，观察一下水中的地形地势，将扛在肩上的竹篓放在地上，接着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斧头朝山中走去。没一会的时间，胡子哥很快就手拿着新鲜树叶，肩扛一根粗木返回此处，先将木棍随意放入小溪中，接着用软树枝编织在竹篓一侧，准备给竹篓做一个盖子。在胡子哥心灵手巧的编制下，一个让鱼儿有去无回的竹篓就做好了。仔细检查一下无误后，胡子哥开始部署捕鱼工具，先将木棍横跨放在小溪上，接着胡子哥也是就地取材，直接在水底搬出大石块压在木棍上，防止被水冲走。摆上一整排大石块后，胡子哥仍是不放心，又将采摘的新鲜树枝也摆在上面，以免有漏网之鱼从缝隙中逃走。别人拦路都是只收买路钱，而胡子哥拦溪则是要命，当真是人狠话不多。在确保水道全部被拦堵后，胡子哥又在旁边另开一条小路，而这条路则是路过鱼儿的必经之路。都说强扭的瓜不甜，胡子哥为了让鱼儿能够心甘情愿的上钩，还特地在竹篓开口处沾上一堆饵料。这下小溪里的鱼儿可谓是身不由己了。将竹篓刚好放在溪水中间，接着在竹篓上面放一些大石块，将其牢牢固定住。狡猾的胡子哥还在竹篓上面放一些树叶做装饰，看着天衣无缝的陷阱，鱼儿只怕是插翅难逃了。1个小时以后，胡子哥回来收取渔获，先是拿开压在竹篓上的大石头，接着直接将竹篓从水中抱起，来到岸边。胡子哥也是迫不及待地将竹篓翻转过来，可以看到4、5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倾泻而出。你觉得这样的捕鱼方式如何呢？仔细看，胡子哥正在将木棍架在小溪的石头上，随后又在水底搬出大石头压到木棍上。你知道他要干嘛吗？带着你的好奇心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今儿一大早，胡子哥拿着斧头行走在山间小溪中，来到小溪的上游处，仔细观察小溪里的地势，选定好合适的位置后，胡子哥来到岸边，放下背包，拿起随身携带的小斧子，开始准备大干一番。在深山老林砍来一堆树枝，力大无穷的胡子哥也是直接一手就将其全部抱在怀中，接着在一堆木头中挑选一些细树枝，用斧头将其砍成一小截，随后又拿起一根分叉的木棍，用力杵进水中，用一旁的大石头将其牢牢固定住，另一边也同样如此。接着将一根粗木头横跨架起，随后又挑出2根细细的树枝也架在上面，同样用大石块将木棍固定住，以防被湍急的水流冲倒。在确定木棍都稳固好之后，胡子哥随后在背包里拿出一张渔网，将其挂在搭好的木框架上，用石块将渔网一个角压住，另一边也如法炮制。接着将小石块丢进渔网中，让水流能够充分流进网内。山间的小溪支流错综复杂，胡子哥又去搬来一根大木头堵在旁边，这样只要经过下游的鱼儿就只能自投罗网，误闯胡子哥布置的陷阱中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还用石头将缝隙全部堵住，以免有漏网之鱼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接下来只需要回去喝茶静候佳音了。很快一上午过去，胡子哥不慌不忙地回来收取渔获。可以看到这张不大的渔网中竟然有不少大鱼的身影，看着体型至少在3斤以上。看到这么多的大鱼，胡子哥也是激动不已，赶忙开始收回渔网。看着沉甸甸的渔网，少说也有10几条。爱吃鱼的胡子哥又能大饱口福了。你们觉得这招捕鱼方法如何呢？眼前这个男人正卖力地将大石头堆积在一起，你知道他要干嘛吗？带着你的好奇心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这天一大早，胡子哥的表弟小胡子扛着一大堆干草，来到山里的小溪边，准备替生病的胡子哥捕捉大鱼。来到合适的位置，小胡子先观察水中的形势，可以看到湍急的小溪清澈见底，但没有一条鱼儿的身影。这个地方真的能捕捉到大鱼吗？抱着怀疑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将扛着的干草堆和背包放到地上，小胡子也是直接踏入水中选定位置，接着不断将小溪底的石头堆到一旁。尽管这些石头看起来相当沉重，但对于虎背熊腰的小胡子来说都不在话下。没过多久，就堆成了一个有开口的10圈陷阱，而光是这个陷阱，自然不能够让鱼儿主动上钩。小胡子更是直接用木棍和石头将溪水改道，让鱼儿能够自投罗网，接着又用枯叶堵在石头的缝隙上，防止有漏网之鱼逃跑。这个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。为了能够让鱼儿乖乖待在陷阱中，胡子哥还在石堆上架起树枝，将带来的干草铺在树枝上，紧接着又在石堆中放入秘制饵料，洞口处也要放上一些。这些饵料能将周围的鱼儿全部吸引过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等鱼儿束手就擒。在仔细检查一番无误后，小胡子也是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回去休息一下。
转眼间已经过去2个小时，小胡子大步流星地朝陷阱走来，看来他是胸有成竹了。先将大石头堵在陷阱出口处，防止鱼儿窜逃出去，随后又将河道上堆积的杂物清理干净，恢复小溪的水流。用木棍将石堆上的杂草挑开后，可以看到石堆里面有不少鱼儿的身影在游动。而面对这些无处可逃的大笨鱼，小胡子自然是手到擒来，直接简单粗暴地用手抓进网兜。看这些活蹦乱跳的大鱼，你觉得小胡子这个捕鱼陷阱如何呢？你知道这些花花绿绿的瓶子是用来干嘛的吗？今天胡子哥的捕鱼教学可谓是有手就行，不信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一大早，胡子哥就来到这条湍急的小溪中，像这种水流比较快的地方，大鱼肯定是少不了的。来到合适的位置，先用木棍在水中试了试深浅，接着将背包放下，在背包里拿出5颜6色的塑料瓶，用细绳绑在塑料瓶盖上，接着在绳子上也安上钓钩，并且将多余的线切掉。胡子哥如法炮制，一共做了4个这样的瓶子。随后拿出中午吃剩的一块肉，用随身携带的小斧子将其切成小块挂在钓钩上。就这样简易的装备真的能钓到大鱼吗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接着胡子哥搬来一根粗木棍，将其表面的树枝分叉砍掉。在一番猛如虎的操作后，胡子哥把修整光滑的木棍架在溪水中的石头河岸上，又去岸边搬来一块大石头压在木棍上，防止被溪水冲走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胡子哥返回岸边，拿上准备好的钓鱼工具，将绳子绑在木棍上，塑料瓶倒挂在水中，这样只要有鱼儿经过，自然就会被钓钩上的饵料所吸引。将塑料瓶全部安装完毕，胡子哥仔细检查一下无误后，就只需要背上背包回去睡大觉就行。2个小时以后，胡子哥缓缓走回来，看他不紧不慢的样子，就知道是胸有成竹了。回到摄捕的位置，不知道是有鱼儿上钩的原因，还是湍急的水流冲刷，可以看到每个塑料瓶都在不停晃动。胡子哥也是赶紧下水准备查看收获，拿起一个水瓶，上面赫然挂着一条大鱼，下一个瓶子也同样有收获，但只是一条还没发育的小鱼。胡子哥也是简单粗暴地将鱼线砍断，可以看到仅仅4个瓶子就有3条大鱼上钩。胡子哥也是开心的不得了，这么简单粗暴的钓鱼方式，你学会了吗？你知道真实的钓鱼大神是如何捕鱼的吗？不需要高质量的鱼竿和渔网，只需要一双手就能够让鱼儿乖乖束手就擒。一大早，胡子哥就把岸边的大石头丢进小溪里。今天他又想出了什么捕鱼鬼点子呢？带着你的好奇心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用大石头将水流改道之后，胡子哥又在一旁开通了另一条小溪，将途中堵塞的石头都剪开，在小溪的尽头处用石头堆出一个石圈，这样进来的鱼儿就无路可走了。接着胡子哥又去野外砍了一些木头和新鲜树叶，将木头横跨放在石堆处，用树叶铺盖在上面，这样从上面游下来的鱼儿就无法顺流而下，而是只能乖乖游进胡子哥准备好的石圈中。看着清澈见底的小溪，还有胡子哥为鱼儿精心准备的陷阱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胡子哥收拾好东西，一如既往的回去喝茶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胡子哥返回此处，是时候该收取渔获了。先是将拦在小溪中间的木头和石块搬走，恢复正常水流的运行，接着在陷阱进水口处堵上石头和树叶，防止鱼儿逃窜出去。随后胡子哥先走到石圈陷阱，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大鱼一动不动地待在水中，看着体型至少在2斤左右。胡子哥的捕鱼方式更是简单粗暴，直接徒手将其抓获，接着另一只手也伸进水中抓上一条大笨鱼。而这些大鱼不知道是不是在石圈里待太久了，居然丝毫没有反抗就被胡子哥抓在手中。接着又沿着石圈陷阱往上走，很快又发现了一条一动不动的大笨鱼。眼疾手快的胡子哥直接一把将其抓在手中，而胡子哥这招捕鱼擒拿手可谓是练得炉火纯青，没几分钟就抓获了好几条大鱼。虽然此次胡子哥收获颇丰，但他也不敢一次性吃完，可能是因为怕吃完这些大笨鱼会影响智商吧。转眼间气温骤然下降，河道两边已经是白雪皑皑，但也不影响国外的鱼资源丰富多彩，你只需要拿个抄网随手一捞就能捕获一条大鱼。不信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胡子哥行走在满是积雪的河边，对于每天都要吃鱼的他来说，一天没见到鱼就浑身难受。看着湖面上漂浮着许多碎冰，显然这里并不适合垂钓，只适合用渔网打捞。来到河边，用木棍试了一下冰面是否坚硬，探查没问题后，胡子哥开始着手准备捕鱼工具，放下手中的木棍和背包，将2个木棍拼接在一起，用细铁丝将其牢牢绑好。接着用小刀在木棍两侧上雕刻出凹槽，随后用一捆细铁丝弯成半圆绑在木棍上，这样抄网的框架就搭建好了。在背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渔网披在框架上，用绳子将渔网和铁丝牢牢绑紧。就这样，在胡子哥一番心灵手巧的操作下，一个简易的抄网就做好了。
看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。但在这布满碎冰的河中，用着简陋的抄网，真的能抓到大鱼吗？带着你的好奇心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胡子哥先是挑了一处合适的位置，因为这里河面上的碎冰相对较少，更容易捕捞。先试探河边冰面的情况，免得鱼没抓到，自己却搞成落汤鸡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在一番探查后，胡子哥二话不说，直接将抄网放入冰冷的水中，稍作等待就拿起抄网。只见抄网里面只有一些碎冰和杂物，头一回就空军，当真是出师不利。胡子哥将网中的杂物倒出后，果断换了个位置继续捕捞，但依旧是毫无收获。胡子哥也是个人精，选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套路，但依旧连续几次都是空军，这让胡子哥也是觉得有些郁闷。但为了能吃上鱼肉，只好继续去打捞。在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位置后，胡子哥也是略显暴躁，抬起抄网一看，只见网内赫然躺着一条大鱼。终于抓到一条笨鱼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胡子哥捕捉到的笨鱼也是越来越多，这下晚上就能吃个全鱼宴了。你们觉得胡子哥这招捕鱼技巧靠谱吗？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